如果尝试过在家做正宗的上海鲜肉月饼，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总是没有上海街头卖的那么好吃，那么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看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把鲜肉月饼做好。我们会讨论制作苏式月饼的面粉选择、水油面的配比，还有怎么把鲜肉月饼的馅调得更好吃。会有很多技巧和秘诀来真正提升制作鲜肉月饼的水平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将做出99%正宗上海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口味，其实并不需要多熟练的手艺和技术。视频中所有操作的过程和设备都适合普通家庭厨房来操作。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是使用哪种面粉。好吃的老字号月饼店并不会使用昂贵的难以找到的面粉。我们用中筋面粉来做月饼外层的水面团，用低筋面粉做里面分层用的油面团。低筋面粉也叫蛋糕粉，主要是小麦最外层磨出来的粉，淀粉含量较高，筋度低，韧性低，用它做出来的油面团更加柔软，包裹在水面团里更容易擀开，让月饼的酥皮层次分明，酥脆掉渣。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，油面团里的油用什么油呢？好吃的鲜肉月饼要用猪油来做油面团，猪油还是自己用板油熬出来的最香。空的时候熬一锅，放冰箱冷藏慢慢吃。除了做月饼，还可以用来炒蔬菜，特别香。超市里买来的一盒猪板油，切成大约1寸左右的方块，冷水下锅煮，等到水开后煮1分钟就捞出来，冲洗掉杂质，稍微沥沥干。熬猪油最好的方法是水里煮，而不是在油里炸。另起一个干净的锅，里面放少量的水，这些水是起到防止粘锅的作用的。现在把肥油放下去，开大火。你可能说，这不是煮猪肉汤了吗？别急，看煮一会儿以后，这里的汤变成了乳白色，这是油脂和水混合产生的乳白色。再继续煮，水分就会挥发，猪油也出来的越来越多。这里就可以看到透明的油脂都出来了。为了防止高温一直加热，把已经出来的猪油变得颜色太深，有足够的油脂出来，可以先盛一些出来。等所有的油脂都熬出来以后，滤掉猪油渣，放凉以后放到冰箱里冷藏。第二天我们就得到一碗雪白的猪油。让中式酥皮点心分出松脆层次的，主要靠它，不过要把它加工一下才能包在面皮里，就是要变成下面要做的油酥。这里的油酥也可以叫油面团，是低筋面粉和猪油2:1混合起来的。如果光用猪油，没办法很好的和水面团贴合在一起，它会在面皮里滑来滑去，擀不开。但是加入了低筋面粉以后，增加了和水面团之间的摩擦力，两层面可以贴得很好，一起擀成需要的形状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简单的油和面混合在一起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，最好用手或者硅胶铲反复的这样揉搓翻拌面团。揉搓和折叠的过程中，空气进入了面团，做出来的酥皮更加轻盈松脆。这和烘焙里的把黄油打发是一个道理。揉好后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先放冷藏里。接下来要做的是水面团，这里用来包油酥的面团需要柔软，容易擀开，也需要一些韧性，不容易破。这里就用中筋面粉，面粉、水和猪油的比例是4:2:1，再加少许糖调味。注意这里的水要用刚刚烧开的水，温度够高，这样倒到面粉里面，相当于把一部分面粉烫熟了。烫过的面失去了筋性，这个面团会变得非常柔软，容易塑形。你一定要试一试，揉一揉，你就会知道我这里试图表达的意思了。这个面团揉好以后，表面还不是很光滑，让它醒一会儿面，盖上盖子休息10分钟。再回来揉面，就可以马上把面团揉得很光滑了。盖上保鲜膜，下面我们来处理肉馅。猪肉馅最方便的是用猪脚肉，鲜肉月饼店100%都是用的猪脚肉，是因为它们的用量大，可以按照他们要求的肥瘦比来专门配送。好吃的肉馅，瘦肉和肥肉的比例应该是6:4。超市买来的猪脚肉一般不显示肥瘦比，所以最好是自己剁。这里有270克瘦肉，180克肥肉，把它们切成丁，再快刀剁碎。
按照肥瘦比切出来的肉馅确实不同，口感鲜嫩有汁水。想要把鲜肉月饼做得好吃，我强烈建议大家采取这个步骤。切完以后，我们要加入葱姜水来搅拌肉馅，这是让猪肉没有腥味又吃不出葱姜颗粒的好秘诀。把一块姜和一小把葱切碎，泡在水里，用手捏一捏，等看到里面的水变得浑浊了，有浅黄色的颜色，就可以把水倒入肉馅里面。同时加入调味的盐、糖、白胡椒、老抽、生抽，少许米酒，朝一个方向搅拌，让肉里的蛋白质呈现胶质，肉馅就拌好了。可以先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儿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马上开始包，马上就可以吃到热乎乎新鲜的鲜肉月饼了。现在先把烤箱打开，预热到380华氏度，190摄氏度。做这样的点心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敞的台面，像这样的大理石桌面最好。把桌面擦干净，撒上少量干粉，取出水面团，用手压扁，再把四边整理成长方形。油面团也用手整理成长方形，放在水面团的中间，上下留出大约2厘米的距离，左右两边折过来，正好差不多盖住油面团，压一压，转过90度，左右再折叠一次。这里不用很精确，只要把油面团都包裹在里面就行。得到现在这个长方形的面团，现在就要仔细点，把它擀成比较薄的长方形。不用纠结边是否擀得很平整，尽量就行。一会儿我们还有方法调整。现在从长方形的一条长边向另一边卷，如果和桌面有点粘，就用刮刀铲一铲，卷成这样一个长条形。如果刚才的长方形的边缘擀得不太平，这里就把这个长条在桌上戳一会儿，让它从头到尾的直径尽量均匀一些。这一份可以做12到15个月饼。今天我做一些偏大点的月饼，所以就分成12个剂子。剂子分好后，用保鲜膜盖一下，防止在包的过程中面团变干。拿一个剂子边缘朝下，两头用手指捏合一下，用手掌压扁，再用擀面杖擀大。如果能擀得圆一点最好，不是很圆也没关系。一个手空心托住面皮，加入肉馅往下压一压，每份面皮至少要包入35克肉馅，能包出皮薄馅儿更大的当然更好。用虎口把面皮往上推，另一只手用拇指蘸一些干面粉，把肉馅往下按一按，就这样转动着慢慢的捏紧收口。收口以后，这里多余的面皮要掐掉，再用手指压得平整一些。收口朝下，放到垫了硅胶垫或者烘焙纸的烤盘里，用3个手指压扁一些，这样月饼生坯就完成了。有时候剂子分的不是很均匀，这个就偏小，可以把刚才揪下来的面团夹在接缝处，朝下一起擀皮，这样就又包好一个。全部包好以后，
用一个小碟子，里面垫上一些打湿的厨房纸，再加上一些红色食用色素，给每个月饼都盖上漂亮的印章。放入烤箱烤30分钟，像这样外皮微微上色就可以出炉了。让我来试吃一下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试吃之前，我想说一下，今天我们做的是经典的原味鲜肉月饼。现在市面上的鲜肉月饼品种很多，有加榨菜的，有加咸蛋黄的，也有加龙虾和鲍鱼的。归根结底，完美的鲜肉月饼还是每个人的个人喜好，找到自己喜欢的馅料都可以尝试加进去。比上海市中心食品店卖的好吃得多。视频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吃不完的月饼放到冰箱冷藏，第二天怎么加热才能让它保持刚出炉的口感呢？先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0秒，让月饼馅尽快变热，否则容易外皮热了内馅还偏凉。再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设置到250到300华氏度之间，大约120到150摄氏度，加热6-7分钟，就能还原月饼的口感。如果你也喜欢中秋节自己做月饼，你可能也喜欢这个视频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见。